这次好日子真到头了，一门3代烟草人，裙带关系占70%，你拼尽全力考的编，竟然是别人的传家宝。不好意思，国家财政以后不养闲人了。以前你爸在电力局，你毕业了自然也得进去。笔试第1的学霸，面试输给了领导的侄子，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最近亲属岗、世袭岗可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全国严查的重点。好工作在传，真的要终结了吗？据西安网报道，从湖北、内蒙古到山东，多地都挥起了整治的手术刀。这场风暴到底动了谁的蛋糕？对我们普通人找工作、看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所谓亲属岗早已不是简单的子承父业，现在已经进化到 3.0 版本了。1.0 原始版早个20-30年，在一些地方性国企或垄断行业，这事儿办得相当耿直。家里长辈是领导或者老职工，孩子毕业了打个招呼，直接安排进单位，可能去办公室，也可能去车间。那时候甚至还有过顶替接班的政策，老子退休，儿子顶上，名正言顺。周围人也见怪不怪，觉得是种福利。2.0 进化版，后来国家要求凡进必考，明面上的硬安排行不通了，咋办？聪明人发明了萝卜招聘。招聘公告看上去公开透明，但仔细一看条件，好家伙，那叫一个刁钻，要求某个极其冷僻的专业，指定某种罕见的资格证书，甚至对身高、视力、户籍、毕业院校都有恰好符合某位领导家子女的标准。这套组合拳下来，能把 99.9% 的普通竞争者直接挡在门外。最后过5关斩6将胜出的，自然是那个唯一的萝卜。3.0 终极隐蔽版，这招最狠也最考验人脉资源。你不是有认知回避规定吗？要求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单位担任直接上下级或关键岗位。行，我不碰红线。我跟你另一个单位的领导，咱们互帮互助，你把我儿子招进你们单位，我把你女儿安排到我这儿。这就形成了一个跨单位、跨系统的隐形利益联盟。表面上谁也没违规，实际上完成了权力的对接和资源的置换，查起来难如登天。那么为什么以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却非得动刀子呢？这就得说到那个最根本的驱动力，钱。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反复强调要习惯过紧日子。这可不是一句空话，经济有周期，财政收入不会永远高速增长，但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科技要攻关，产业要升级，民生要保障，社保养老金要足额发放，每一笔都是硬支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叫做零基预算改革的财政管理方式正在从辽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地试点并全面推进。啥是零基预算？简单说，就是每年做预算的时候，不再看去年的基数，而是从0开始。每一笔支出，不管去年花了多少，今年都要重新论证。这个项目还有必要吗？花的钱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是不是最紧要的？应用到人事上，就意味着财政再也无法容忍养闲人了。每一个岗位都必须创造与其薪酬相匹配的价值。那些靠着关系进来、能力平平、干活摸鱼却占着编制、领着稳定薪水的人，在零基预算的放大镜下，就成了最刺眼的低效支出和成本黑洞。更要命的是，这种近亲繁殖的危害是系统性的，以劣币驱逐良币，有能力没关系的寒门子弟进不来，或者进来后发现升迁无望，心灰意冷。单位里充斥着想管不敢管、能管不愿管的关系户，整个组织会慢慢失去活力和竞争力。2. 腐败温床。当一个单位里父子、翁婿连经盘根错节时，很容易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团体。在采购、项目招投标等关键环节，他们互相打掩护，极易滋生集体腐败，把国有资产当成自家提款机。信任崩塌，当公众一次又一次看到萝卜招聘的新闻，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公平竞争是个笑话，拼爹才是真理。这损害的不仅是某个单位的形象，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这次全国范围的严查绝不仅仅是为了抓几个典型，它是一场经济压力倒逼出来的深刻的治理改革。财政的紧箍咒已经念起，过去那种靠财政供养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情世故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那这次整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又是一阵风？从各地的做法看，这次确实有些动真格的新意。以前查亲属关系靠个人填报和人工核对很容易隐瞒，现在像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就把全市7441名干部职工信息数字化，建立干部任职回避信息库，通过大数据一键比对，藏在不同单位的远房亲戚也可能被揪出来。
招聘全程录像，面试考官随机抽签，且当场收手机，引入第三方监督。这些在黑龙江农垦管理干部学院等地的实践中已经推行，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操作空间，让打招呼、递条子失去着力点。整治不再是清退几个违规入职人员就完事。湖北随县等地将整治成效纳入巡查重点，内蒙古阿尔山市建立发函、整改复核、消耗的闭环机制。这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不仅当事人要负责，批准和操办的领导更要被倒查责任。这场全国性的严查风暴传递的信号再清晰不过，拼爹的时代正在过去，拼实力的赛道正在清理，这能让我们的社会更相信奋斗。当拼爹的后门被堵上，大家才会更坚信孩子的未来可以靠教育和努力来赢得。这种希望是一个社会最宝贵的精气神，这也能让我们的办事环境更清爽。以后去办事，或许不会再被暗示找谁；创业时，或许能少遇到一些关系户的不公平竞争。让规则代替人情，对守法办事的普通人是种解脱，这能真正释放经济的潜力，把岗位留给最能干的人，把机会开放给最创新的企业，经济的活水才能真正流动起来，最终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惠及所有人。